今天我想问大家一个很真实，甚至有些赤裸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100年之后，如果子孙断了香火，在那边的世界，我们到底会活成什么样？会不会变成无依无靠的孤魂野鬼？这几年，我遇到很多步入中年或是已经迈入熟龄的朋友，不管是选择不婚不生，膝下无子，还是孩子早就定居在远方打拼，大家坐在一起喝茶时，心里难免都有这种隐隐的担忧。很多人害怕没有活人烧纸钱，死后就会挨饿受冻，也有人花大钱早早买下豪华塔位，以为这样就能保死后安稳。但现实的因果法则真的这么简单吗？接下来我们不谈怪力乱神的迷信，我将透过佛法最根本的因果业力，为你彻底揭开地府生存的真相。看完今天的内容，你会学到一套跨越生死的功德法则。只要掌握这3件事，哪怕未来无人祭拜，你的灵魂依然能获得极致的光明与安稳。我还会在内容的最后教你3个不花1毛钱的日常修行方法，让你在自家的客厅里就能真实的庇护挚爱的亲人，同时为自己的未来存下无量的福报。其实，关于身后的归宿，弘一大师等诸多高僧大德早就有过非常慈悲且透彻的开示。生命的流转从来就不是被几叠纸钱、几炷清香给绑架的。当我们离开了温暖的家，告别了熟悉的亲人，独自踏上那条未知的道路时，决定我们在那边过得好不好，会遇到什么样境界的，究竟是什么力量呢？要揭开这把掌管地府生存法则的关键钥匙，我们得先从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民间习俗谈起。我们常常看到，长辈往生了，家属办丧事的时候，会烧好多的纸扎，有纸扎的豪华大别墅，有最新款的智慧型手机，甚至还有纸扎的仆人、司机。活着的亲人看着那些在火光中化为灰烬的物品，心里会觉得很踏实，觉得我尽孝了，我帮亲人在那边的世界打点好一切了。坦白讲，这份孝心很感人，可是它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安慰我们活着的人自己。但这份孝心背后，很多人心里其实藏着一个疑问：既然刚刚说生命不是靠烧香、烧纸钱来绑架的，那我们100年之后到了另一个世界，如果不靠这些，到底靠什么来过日子呢？佛教里有一句非常震撼人心的话，叫做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这句话就是佛法对我们传统世俗观念的一次当头棒喝。它清楚地告诉我们，真正决定我们在另一个世界过得是好是坏，是贫是富的，绝对不是阳间的子孙烧了多少座纸别墅，而是你随身带走的业力。什么是业力？大家不要把这个词想得太玄，很吓人。用白话一点来说，业就是你这辈子起过的心、动过的念、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这一切的总和，就像是你灵魂深处的一本无形存折。你这辈子若是与人为善，孝顺父母，慈悲待人，哪怕只是在街上对陌生人的一个微笑，这些都是善业，会一笔一笔存进你的存折里，变成你未来的福报。反过来，如果你这辈子总是算计别人，恶口伤人，自私自利，这些恶业也会清清楚楚地记在账上。当我们离开了这具肉身，脱下了这件名为身体的衣服时，那本无形的存折才是我们唯一能带去另一个世界的随身行李。接下来我们来破解另一个迷思。很多人以为人一断气就马上变成鬼，然后就去地府报到了。其实在佛教的宇宙观里，生命是一个流转的过程。人刚走的时候，通常并不会马上投胎，也不会马上就落入特定的道中。
这中间有一段过渡期。佛教里有一个非常科学也非常精准的概念，叫做中阴身。什么是中阴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机场的转机室，我们离开了这一生的起点，正在等待飞往下一站的航班。这段转机的时间通常是49天。在这个转机室里，你不需要吃人间的食物，也不需要花人间的钞票，你等待的是因果法则为你结算那本无形存折。如果一个人这辈子光明磊落，修了极大的善业，他的福报大到不可思议，那么他一离开身体，可能都不需要经过转机室，直接就升等飞往天界，或是往生到极乐净土了。大家去想象一下，天界充满了七宝琉璃，要什么有什么，满满的清净与殊胜。你觉得一个已经在天界享福，或者在净土听经闻法的亲人，他还会需要你在地上的普通室内房间里对着牌位给他烧那几张薄薄的纸钱吗？他会在乎桌上有没有摆那一碗白饭吗？绝对不会的。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这辈子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恶业深重，他可能一闭眼就直接掉入地狱道或是畜生道了。在那里，他受的是业力的煎熬。就算子孙在阳间烧了成座山的金银财宝，他也完全收不到，用不了。只有一种情况，也就是当亡者因为生前非常贪婪、吝啬，或者对世间有着极大的执念，他才会转生到恶鬼道。只有在恶鬼道的众生，才会因为业力的感召，时时刻刻处于饥饿与恐惧之中。但即便如此，能真正解救他们的方法，也不是提供普通的食物，而是需要透过佛法的加持。所以，各位朋友，当我们明白了业力与中阴身的运作机制，你就会恍然大悟，地府的生活根本不是阳间生活的复制贴上。没人祭拜，不等于会挨饿受冻；有人天天烧香，也不代表他在那边就能作威作福。决定生命下一站风景的，是我们今生今世种下的因，是我们自己造下的业。这就是宇宙间最公平的法则，没有任何特权可以介入，也没有任何金钱可以买通。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心里会心头一惊，开始着急了。如果烧纸钱、摆贡品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对往生亲人的实质帮助不大，那难道我们这些做子孙的、做伴侣的，就只能袖手旁观了吗？我们到底还能做些什么，才能真正帮到他们？千万别灰心，佛法既然指出了问题，就一定会给出解药。虽然我们不能用世俗的物质去干预因果，但我们有一种超越时空、无比强大的力量，可以真实地改变亲人的境遇。这股力量到底有多神奇？它又是如何跨越生死的界限去运作的呢？答案叫做功德。这两个字大家一定不陌生，但功德到底该怎么传递？我们今天不讲理论，我来讲两个在佛教历史上非常有名也非常真实的故事。听完这两个故事，你就会完全明白，我们活着的人到底能为已经离开的亲人做些什么。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距离我们比较近的年代，许多长辈可能都听过近代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高僧，叫做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的一生非常传奇，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深深的遗憾，那就是当年他的母亲在生他的时候，因为难产而过世了。老和尚出家后，心心念念的就是要报答母亲的生养之恩，但他没有钱，也知道烧再多纸钱都无法真正解决母亲在轮回中的苦。于是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老和尚56岁那一年，他从浙江普陀山出发，发愿要3步一拜，一路拜到山西五台山，将这份朝山的无量功德
全部回向给他未曾谋面的母亲。各位朋友，你可以想象那是什么概念吗？不管是刮风下雨、大雪纷飞，甚至生重病差点没命，他都没有放弃。拜了整整3年，经历了无数的生死关头，他终于拜到了五台山。就在他朝山圆满之后，他在定境中亲眼看见了自己的母亲。因为他这3年来无比清净，至诚的功德力已经成功脱离了轮回的苦难，往生到了天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超度靠的从来不是花大钱摆排场，也不是烧满山的纸扎别墅。老和尚用他每一步的汗水与最纯粹的孝心证明了，透过我们活着的人真诚的修行与善念，去抵消亡者的恶业，这才是最踏实、最有效的功德快递。我们再来听第2个故事。这个故事更震撼，讲述的是忏悔的力量。很多朋友去寺庙可能听过一部非常有名的经文，叫做慈悲三昧水忏。这部忏法是怎么来的呢？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极具修为的高僧，叫做悟达国师。因为他佛法高深，唐懿宗非常敬重他，甚至赐给他一个无比奢华的沉香宝座。悟达国师坐上这个宝座时，心里忍不住升起了一丝骄傲，觉得自己是一代高僧，高高在上。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个微小的傲慢念头，他的护法神离开了，业力瞬间找上门来。他的膝盖上突然长出了一个可怕的人面疮，这个疮有眉毛，有眼睛，有嘴巴，甚至还要吃肉喝水，让国师痛苦的生不如死，群医束手无策。后来国师求助于一位名叫迦诺迦的得道尊者，尊者用三昧法水为他洗涤人面疮。在洗的时候，人面疮竟然开口说话了。他说：国师，你还记得西汉时期的晁错与袁盎吗？你当年就是袁盎，害得我晁错被腰斩。我找你报仇找了10辈子，但因为你这10世都是清净的高僧，我根本无法靠近。直到这次你升起了骄傲之心，我才终于有机会报仇。现在既然蒙受尊者赐予的三昧法水洗涤，我愿意化解这段1000年的恩怨，不再找你报仇了。这个历史公案听起来像神话，但它背后讲述的是宇宙间最真实的能量守恒定律与业力的运作。这告诉我们，即使是历经10世的深重怨念，也能透过真诚的忏悔与清净的佛法功德来化解。也就是说，我们活着的人绝对可以帮助到已经离开的亲人，但那个快递的包裹里装的不能是纸钱、纸车，而必须是你的善念、你的修行和你的忏悔。说到这里，许多不婚不生、膝下无子的朋友可能会问，如果我没有子嗣，没有人可以为我做功德回向，那我100年之后是不是就真的成了无人问津的孤魂野鬼了？其实佛法的智慧与慈悲远远超乎我们凡夫俗子的想象。对于单身没有子嗣的群体，或是孤寡的老人家，在佛教里有一个非常殊胜也非常强大的依靠，叫做法界供养与寺院超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世俗的祭拜靠的是血缘，而佛法的供养靠的是法缘。当我们担心没有子孙为我们点亮那一盏灯时，可以选择将自己的身后事托付给清净的道场。现在有很多寺院都有提供安奉牌位的服务，或是会定期举办超拔法会。你可能会问，没有亲属在现场哭泣，没有血脉子孙的叩头，这样真的有效吗？想象一下，在庄严的寺院里，伴随着晨钟暮鼓，数十位清净的法师齐声为你唱诵。答案是，不仅有效，甚至可能更加清净广大。因为当你的名字随着牌位供奉在佛前，你所接收到的
不再是某一个家属带着悲伤与执念的牵挂，而是整座寺院僧团每日清净无染的诵经声，是十方大众汇聚在一起共同发出的强大愿力。这种大众的愿力与佛法无私的加持，就像是在另一个世界为你建立了一个永不中断的能量补给站，哪怕世间再也没有一个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人记得你，透过法界广大的供养，你的灵魂依然能得到极致的安稳与庇护，绝对不会沦为无人问津的孤魂。这就是佛法给予我们现代人身后焦虑最实质也最温暖的解药。这世间的爱与祝福从来都不局限于小家庭的血脉之中，只要你的心是敞开的，整个法界都可以是你的归宿。说完了单身朋友的安稳归宿，我们再来看看一般的家庭。很多人可能会叹一口气，心想，虚云老和尚和悟达国师都是修为极高的人，当然能救度亲人或化解怨念，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我们没有神通，也没钱办那么大的法会，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佛法是最平等的，真正的功德不需要你花大钱办法会，也不需要你跑到深山里去修行，它就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起居里。我们来想象一个最寻常的场景，你今天下班回到家，吃完晚饭，洗了个澡，你没有去做法事，你就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家那间普通的室内房间的沙发上，室内的灯光很温暖，你泡了一杯茶，看着桌上亲人的照片，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深深的思念。在这个普通的室内房间里，你能不能帮到远在另一个世界的亲人？答案是绝对可以，而且力量超乎你的想象。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跨越时空的功德快递。怎么寄送这个快递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就拿现代人最熟悉的手机转账来做比喻吧。当我们在世间思念亲人的时候，很多人会一直哭，一直难过，心里想着，你怎么就这样走了？留我一个人在这里怎么办？这种带着强烈执念和悲伤的思念，就像是寄出了一个负能量包裹，往生亲人在另一个世界收到了，他们会觉得很沉重，会跟着你一起痛苦，甚至因为放不下你而被困在原地无法超生。但是如果你能转念，把这份悲伤转化为平静的祝福，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你可以在客厅里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不需要多么复杂的仪式，你只要在心里默默地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念诵一段心经。哪怕你不会念经，你只是在心里发出一个纯粹的善念，希望我的先生，我的父母在另一个世界能够没有痛苦，能够得到平静与光明。当你发出这个善念的瞬间，你的心就变成了一座强大的发射塔。这句佛号，这段经文，或者这个清净的善念，就是你账户里的功德币，而你心里想着那位亲人的名字，就是输入了转账账号。最后你在心里说一句，愿将这些念佛的功德回向给我的亲人某某某，愿他离苦得乐。这句回向就是你按下了确认转账的按钮。各位朋友，这笔功德款项是零时差免手续费的，它会瞬间穿透生死的界限，精准地汇入亲人的无形存折里，化作他们在那边所需要的光明、清凉与福报。除了念佛诵经，你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善举，也都能成为功德快递的内容。比如，你今天去菜市场，看到一个卖菜的孤苦老奶奶，你多买了几把青菜，让她能早点回家休息。或者你今天以亲人的名义捐了一点点小钱给慈善机构，甚至是你今天在马路上对着一个陌生人露出了一个友善的微笑。
做完这些事之后，你在心里默默地说，愿我今天这份小小的善意回向给我的亲人。这就是真正的佛法，它不离世坚决，它告诉我们，爱从来没有因为肉体的消逝而结束，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你过得越好，你的心越善良，你做的善事越多，你的亲人在另一个世界就会过得越安稳。我们普通人在自己家里发出的这份微小却纯粹的光芒，跟高僧大德举办大型法会的本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不要再害怕自己力量太小，也不要再因为无法去墓地烧纸钱而感到内疚。只要你的心里有光，你的亲人就永远不会在黑暗中迷路。各位朋友，当我们明白了功德快递的原理，知道真正能带走的只有业力与福报时，很多人心里可能马上会浮现一个巨大的疑问，这也是很多长辈经常拉着我问的。既然烧纸钱没用，真正的功德是靠念佛和行善，那我们过年过节、清明中元还需要去祭拜祖先吗？我们在供桌上摆满了一桌子的菜，甚至准备了三生四果，到底还有什么意义？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行一次观念上的深度升华。各位朋友，其实祭拜的本质从来就不是为了请客吃饭，而是一场跨越生死的能量连接。我们常听大德开示，佛学中非常强调一个词，叫做心力，也就是心的力量，念力的力量。宇宙万物归根结底都是能量的波动。当我们在特殊的节日，把家族成员聚在一起，摆上清净的供品，点上一炷清香时，我们其实是在建立一个看不见的能量发射站。这炷香不是让祖先拿去当作买路钱，这些饭菜也不是因为祖先在那边挨饿祭祖，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孝道最直接的延续。当你站在供桌前，哪怕你只是待在普通的室内房间里，只要你对着亲人的照片，心里升起对父母、对先人的感恩与思念时，这股强大且纯粹的正向念力就会透过法界无形的网路，瞬间传递到先人所在的地方。这股代表着爱与孝道的能量，能真实地转化为亡者在那边世界所需要的清凉、安稳与光明。但在这里，我们必须纠正一个民间流传甚广却非常错误的观念。很多人以为我们去祭拜是因为先人在地府里讨吃，没钱花，如果我们不去拜，他们就会变成恶鬼来干扰子孙，让我们家运不顺。这是一种把先人贬低、充满恐惧与功利心的错误想法。先人并不是因为饥饿才需要我们的祭拜。事实上，透过祭拜这个仪式，我们真正要修的是我们活人的慈悲心与感恩心。当我们准备供品，回忆先人恩德时，我们原本因为世俗忙碌而变得冷漠的心会变得柔软。这份柔软与慈悲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福报。我们是在借由祭祖的这个因缘，扩大自己的心量，然后将这份修心所得的无量福报虔诚地回向给先人。这才是祭拜最真实、最究竟的佛学意义。不是交易，不是施舍，而是爱的共振与功德的共享。既然祭拜的本质是能量与功德的连接，那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也是我今天最想为大家解开的心结。现在社会变了，很多单身的朋友、顶客族或是孩子都在国外定居的长辈，心里难免会恐慌。如果我这辈子注定未来没有子孙来为我设立牌位，无人祭拜我，那我该怎么办？我的能量连接是不是就断了？我是不是真的会沦为孤魂野鬼？各位朋友，请把心安下来。佛法的智慧是圆满的，它不仅解释了生命的实相，
更给了我们具体的解决方案。如果你担心未来无人祭拜，我们完全可以未雨绸缪，现在就开始为自己铺好未来的路。这里有3个非常具体，大家立刻就能做的实操建议。第一，提前为自己累积功德金。我们前面说过，地府或者说另一个世界，绝对不收阳间的纸钞，在那边唯一流通的、最硬的通货就是你的善业与功德。既然未来没有子孙帮你积功德，那你就趁着现在身体健康、头脑清楚的时候，自己为自己存。怎么存？就是生前多行善事，不需要你捐出全部家产，而是把你生活中的每一份善意都当作存款。你去当义工，你资助偏乡学童，你对身边的邻居伸出援手，甚至你只是在网络上留下一句鼓励别人的好话，这些都是你亲自赚取并存入灵魂账户的功德金。这笔钱谁也抢不走，它会在你转换生命形态的那一刻，自动变成你通往善道最丰厚的盘缠。自己赚的功德永远比指望子孙捎来的更实在。第二，学会法界回向，建立永不断电的能量库。很多长辈觉得没有血缘关系的子孙就没有人会记得我，但在佛教的宽广视角里，我们不应该把目光局限在小小的家族血脉里。我们可以教导大家透过供灯、注印经典、护生与放生等方式，将功德广泛地回向给十方法界。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你去寺院为自己或先人点了一盏光明灯，或者出资注印了一批讲述因果的善书。只要未来有任何一个人因为看到这盏灯而心生欢喜，因为读了这本书而获得智慧，改变了命运，这份功德就会源源不绝地回馈到你的身上。你这是在跟全宇宙的众生结善缘。当你把功德投入法界这个无边无际的大海中，未来的你根本不需要依赖那1-2个子孙的祭拜，因为十方诸佛菩萨以及无数因为你而受益的众生都会成为你的家人，都在为你祈福。这就是最顶级的能量连接。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心态转变。我们为什么会怕没人拜？说到底，是因为我们对这具肉身、对物质世界的祭品还有极大的执着。我们执着于死后要有一个漂亮的墓地，执着于过节时要有一盆丰盛的饭菜。但生命到了最后，我们追求的应该是灵魂的觉悟与解脱。真正的未雨绸缪，是从现在开始放下对物质形式的依赖，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纸钱，我需要的是清净的福报，我不需要满桌的酒肉，我需要的是内心的光明。当你把对死后待遇的焦虑转化为当下修行的动力，每天在自己家里安静地念佛修心，你的生命境界就已经超越了世俗的轮回。一个内心充满光明与觉悟的人，无论身处何方，都是在极乐净土。各位朋友，没人祭拜，并不代表会被遗忘，更不代表会受苦。只要你现在把这3件事做好，存好功德金，广结法界缘，放下物质执着，你未来的归宿绝对比任何拥有无数子孙祭拜却不懂因果的人更加光明，更加殊胜。你的灵魂将获得真正的自由。但是说到这里，我们又会面临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放下，而是真的舍不得。阻碍这份祝福传递的，往往不是我们不会念佛，也不是我们不够善良，而是我们心底最深处的那个字，情。特别是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那种血浓于水的牵绊，一旦面对生死，很容易就会变成一种无形的枷锁。我们来看看现代家庭里常见的2种真实状况。
第一种是伴侣的离去，很多朋友在先生或太太走后，每天看着空荡荡的床铺，眼泪就是停不下来。回想起过去两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难免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摩擦与争吵。这时候，活着的人心里往往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的时候是极度的懊悔，觉得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为了那点小事吵架？我为什么没有对你更好一点？有的时候又是深深的依赖与恐惧，哭着问，你走了，留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该怎么办？那种整个心被掏空的感觉，真的很难用言语形容。第二种状况发生在亲子之间。现代社会步调快，很多年轻人为了生活打拼，或者因为两代人观念不同，不知不觉中造成了亲情间的淡薄与疏离，可能一年到头也见不到父母几次面，讲没两句话就挂了电话。等到长辈真的咽下最后一口气，子孙才突然感受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于是他们在长辈的牌位前天天哭嚎，充满了深深的自责，甚至希望父母能入梦来骂骂自己。各位朋友，这份带着懊悔、自责与不舍的爱真的很感人，但是从佛法的因果与轮回来看，这份爱却可能把我们最在乎的人困在痛苦的深渊里。还记得我们前面说过的中阴身吗？当你的亲人离开肉体，进入那个等待转机的中阴阶段时，他们的感知能力比活着的时候还要敏锐好几倍。他们能清楚地听到你的哭泣，能感受到你的痛苦与懊悔。试想一下，如果你天天在家里哭得撕心裂肺，一直喊着我对不起你，你不要走，你的亲人在旁边看着，他怎么舍得放下？他心里会想，我的老伴这么可怜，我的孩子这么自责，我不能走，我要留下来陪他们。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他因为这份执念，错过了往生善道，去往极乐净土的最佳时机。他被我们活人的眼泪与执着硬生生地拖在了这个充满痛苦的轮回里。弘一大师曾经留下4个字，叫做悲心交集。真正的觉悟者面对生死是充满欢欣的，因为他们知道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另一场更美好旅程的开始。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的伴侣，真的孝顺我们的父母，我们该怎么做？答案只有2个字：放手。真正的尽孝，不是用眼泪把长辈绑在身边，真正的深爱，也不是用懊悔让伴侣无法安息。真正的爱，是让彼此都能从这段关系的执念中解脱出来。当你再想起那些曾经的争吵，或者曾经的亲情疏离时，请你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过去的恩怨我们一笔勾销了，我不欠你，你也不欠我，请你放下世间的一切牵挂，安心地跟着佛菩萨的光明走吧。我会在这里好好照顾自己，我会用我修行的功德一直祝福你。当你说出这段话，当你把执念转化为祝福的那一刻，你们之间的恶业就化解了，那一条绑住彼此的无形枷锁瞬间就断开了，他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与平静，而你也终于放过了你自己。放下是世间最顶级的慈悲。既然明白了放手的道理，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到底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做法，是可以让我们一边过好现在的日子，一边为亲人持续累积福报的呢？这就来到了我们今天最后的内容。前面我们聊了因果，聊了业力，也聊了如何放下执念。很多朋友听完可能会觉得心里轻松了不少，但可能还是会想问，那我今天看完这支影片，马上就能做些什么来为我自己，为我已经离开的亲人累积福报呢？
佛法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它就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起居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今天我就教给大家3个非常简单，不需要花1毛钱，你在家里立刻就能执行的日常修行清单。第一件事，睡前3分钟的观心与回向。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或者坐在普通的室内房间里，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闭上眼睛，做几个深呼吸，回想一下你今天一整天有没有做过什么好事，哪怕只是帮同事按了个电梯，哪怕只是在心里默默祝福了一个路人，或者只是少发了一次脾气。请你把这些微小的、亲近的善意收集起来，然后在心里默默地说：愿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微小善根都回向给我的亲人，愿他们离苦得乐，也愿我自己内心平静。这就是最纯粹的功德快递。每天3分钟，日积月累，这股纯善的力量大得不可思议。第二件事，日常生活中口吐莲花的练习。很多人对着神明、对着仙人的牌位非常恭敬，但一转头对身边活着的伴侣、孩子却总是口出恶言，充满抱怨。各位朋友，真正的修行是从嘴巴开始的。从今天起，我们试着练习说好话。当你想批评伴侣的时候，把话停在嘴边3秒钟，换成一句感谢。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把责骂换成温和的引导。这不仅是在为你自己累积口业的福报，更是让你的家庭充满正能量的磁场。当你的家充满爱，这股安定的能量自然会无远弗届地传递给另一个世界的亲人。第3件事，用正确的方式为家庭祈福，实践真正的孝道。我们传统文化里非常看重孝顺，历史上有许多至情至孝的故事，像是大家熟知的孝女曹娥，她为了寻找父亲不惜投江，那份深情曾感动了无数古人。但我们现代人尽孝，当然不需要这么极端。那什么才是为家人祈福的正确方式呢？真正的尽孝与祈福，不是逢年过节买最贵的贡品，而是把自己活好。当你把自己照顾得健健康康，把自己的心修得平平静静，让长辈在另一个世界看着你，觉得安心，觉得骄傲。你活出的每一天好日子，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尽孝，也是对整个家族最深厚的福德。这种从内而外的安定，才是超越一切物质表象的终极护身符。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千言万语都抵不过一颗慈悲与平静的心。生命就像是一条长长的河流，有人先上岸了，有人还在水里游。那些先上岸的亲人，他们不在冰冷的墓地里，也不在我们平时居住的普通的室内房间里，他们就活在我们每一个温暖的善念中。当你心里充满了爱与善念，你就不再需要牵挂那一缕青烟是否升起，因为你自己已经成为了照亮亲人的那道光。没子孙祭拜，灵魂不会挨饿；没豪华的法会，业力依然有解药。只要我们的心里有光，只要我们愿意在日常生活中用最简单的善意去回向，这份跨越生死的爱就永远不会断绝。希望今天的内容能为荧幕前每一个曾经焦虑、曾经懊悔、曾经舍不得的你带来一点点平静的力量。你不需要再自责了，也不需要再害怕了，放过自己，也放过他们，让彼此都在这份慈悲中获得真正的自由。相逢即是有缘，如果你愿意，我非常诚挚地邀请你，在我们这支影片的留言区写下一句善言，或者一句为亲人的祈福，哪怕只是一句愿一切众生平安喜乐，或者愿我的父母离苦得乐。当几千、
几万个善念汇聚在这个留言区，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这不仅是在为你的亲人祈福，也是在为你自己种下一颗无量无边的福报种子。最后，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启发，或者能安抚你内心的焦虑，欢迎你按下订阅按钮，并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可能也需要这份平静力量的亲朋好友。我们一起在日常中修行，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出去。祝福大家心无非爱，无有恐怖，自在安详。我们下次见。